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咱们常常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都真心希望家里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能够健康长命百岁。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当年过80，很多事情好像就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了。长辈的身体就倾向一栋住了一辈子的老厝，台语说的老厝、老房子。年轻的时候，它坚固又漂亮，为我们遮风避雨。到了现在，墙壁上难免有些裂缝，窗户关起来可能会有点声音，地板走起来也会逼咯逼咯响。这是时间留下的痕迹，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这时候，我们对健康这2个字的意义，可能就需要重新来思考了。它不再是追求少年家那样可以跑100米、扛重物的勇猛，而是一种全新的智慧，一种懂得如何跟身体的变化和平共处，甚至去欣赏这些变化的智慧。大家好，我是阿全，今天想和各位聊的，可能正是您心里最挂念，有时候甚至有点不知所措的事。让我们跟着医师的专业眼光，一起来重新认识我们亲爱的长辈们身体出现的7个真实的状况。我相信，当您听完之后，您会对老这件事有一个更开阔、更温暖的看法。好，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一个，也是在台湾最容易被误会的一件事。在咱们台湾有一句老话流传非常广，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这句话影响太深了，所以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看到家里的阿公阿嬷好像瘦了一点，脸颊没有那么圆润了，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恭喜恭喜，身体真好，越来越健康了，觉得这是身体没负担，是好事情。但是今天阿全要在这里很认真地提醒大家，这很可能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特别是对于80岁以上的长辈，如果发现他们体重减轻，人变得消瘦，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它背后隐藏的原因，远远比我们想象中可能只是吃的少了一点，还要复杂的多，甚至可能是一个需要我们高度警觉的讯号。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下来就深入来谈谈身体里3个最常见的，却也最容易被我们误解的内在变化。第一个迷思就是刚刚讲的，变瘦真的是好事吗？真相是，长辈的这种瘦，在医学上它不叫做瘦，它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肌少症。肌肉的肌，减少的少。简单来说，就是身体里的肌肉像银行里的存款一样，随着年纪增长，正在一点一点的快速流失。您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身体的引擎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年轻时像跑车的引擎很有力，随便动一下就能燃烧很多热量。但年纪大了，这个引擎会慢慢变慢，变成一台比较节能的响车，它不需要那么多燃料了。这时候，如果我们吃进去的营养，特别是蛋白质不够，身体为了维持运作，就会开始去燃烧我们最宝贵的资产——肌肉。肌肉流失有什么严重后果呢？非常严重。肌肉不只是让我们有力气走路、提东西而已，它还是我们身体最好的避震器和防护盔甲。当肌肉量不足的时候，你会发现长辈只是想从沙发上站起来，都变得非常吃力。您一定看过这个画面，长辈的身体往前倾，双手用力按住膝盖，嘴巴里还要自己配音喊一声嘿哟，使尽全身力气才能慢慢的，甚至有点摇晃的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可能还要扶着桌子喘气口气。这个动作对我们来说轻易而举，对他们而言却像在做重量训练。这就是肌肉不够力气的典型表现。更危险的是，没有肌肉的保护，一旦不小心滑倒跌倒，就非常容易造成严重的骨折。所以请记得，长辈真的不能太瘦，要有点肉，那个肉指的就是宝贵的肌肉。那要怎么补充呢？也不是叫他们大鱼大肉，而是要补充高品质又好入口的蛋白质。
比如说滑嫩的蒸蛋，用舌头就能碾开；绵密的豆腐、豆花，或者是熬得浓浓的鱼汤，把营养都化在汤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千万要抛弃老来瘦才是福的旧观念，帮长辈把肌肉存款一点一点存回来。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迷思：记性变差就一定是失智吗？这件事可能是很多做子女的心里最深的恐惧。我们发现爸爸妈妈好像常常忘记刚刚讲过的话，或者一个东西放在哪里，转身就找不到，我们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很紧张，很怕是不是失智的前兆。各位，请先放轻松，绝大多数情况它不是失智。真相是，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已经高速运作了80年的超级电脑。你想想看，这台电脑储存了多少珍贵的资料，多少人生的回忆。它只是开机慢了一点，搜寻档案的速度没那么快了，它不是坏掉了。我讲一个我朋友家的真实小故事。有一次，他孙女拿着一本旧相簿，指着一张黑白照片问阿公：阿公，这个人是谁呀？阿公看着照片，眯着眼睛想了很久，嘴巴动了动，却说不出来。孙女有点着急，就想直接把答案说出来。哎呀，这个是三叔公啦！这时候，我朋友，也就是阿公的女儿，轻轻拉了一下自己的孩子，对他摇了摇头，示意他再等一下。于是，全家人就静静地陪着阿公。客厅里只有老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大概过了1分多钟，阿公的眼睛突然一亮，他不但想起来了，还指着照片说：这个啊，是阿福啦，你三叔公小时候的玩伴。我跟你们讲，当年我们一起去偷摘隔壁村的芒果，结果被大黄狗追，他还把裤子给跑掉了。结果阿公不但讲出了名字，还讲出了一段连我朋友都不知道的充满画面感的童年趣事。全家人都听得哈哈大笑，眼眶里却有点湿润。您看，阿公不是不记得，他的大脑营盘里存着比我们多太多的宝藏了。他只是需要多一点点时间，让那个搜寻的游标慢慢的找到那个档案，然后读取出来。我们做晚辈的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耐心，这份耐心就是给这台老电脑最好的优化剂。不要催促，不要打断，静静的陪伴，您会发现它能带给我们的惊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再来第3个迷思，半夜常常醒来就是失眠吗？很多长辈会抱怨说：哎，我睡不好，每天凌晨3、4点就醒了，眼睛睁着到天亮，是不是失眠很严重？子女听了也很紧张，到处找方法，买各种助眠的产品。其实这也很可能也不是我们以为的失眠，真相是长辈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自然的时差调整。在我们大脑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褪黑激素，它就像我们身体里的晚丹小精灵，时间到了，它就会分泌，让我们想睡觉。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小精灵的分泌量会自然减少，而且分泌的时间会往前移，这就导致了长辈的生理时钟整个往前挪了。所以您会发现，他们可能吃完晚饭，看看电视，晚上8、9点眼皮就很重了，想睡觉了。然后因为睡得早，所以凌晨3、4点天还没亮，他们就自然醒了。因为对他们的身体来说，睡眠时间已经差不多够了。这种睡眠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分期付款式的睡眠。他可能半夜会醒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个回笼觉。只要他白天的精神状态是好的，不会一直打瞌睡，看起来很疲倦，那我们就不用过度担心。这只是身体在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安排他的休息时间而已。我们要做的是理解，而不是位移的把这当成一种病态，硬要去矫正它。讲到这里，如果您家里的长辈也有变瘦、记性变咖，或者是很早醒来的状况，
而您也曾经为了这些事情担心过、烦恼过，您可以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个1，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担心的事都一样，你我并不孤单。好，刚刚我们讲的都是身体内部我们看不到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外在行为上的改变，这个部分可能更容易引发我们跟长辈之间的摩擦。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以前走路还算硬朗的阿公阿嬷，现在怎么走路越来越慢，越来越小心，那个步伐小小的，好像在打太极拳一样。还有以前很爱去左邻右舍串门子找朋友打牌聊天的他们，现在怎么变得越来越宅，连我们约他出去参加个喜宴，他都意兴阑珊，宁愿一个人待在家里。这些行为上的改变，是不是代表他们真的退化了？是不是他们心情不好，变得孤僻了？还是说这些行为的背后也隐藏着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惊人的秘密呢？现在就让我们来揭晓整个影片最核心也最能颠覆我们认知的部分，长辈身体里最强的2种生存智慧。第一个行为，行动变慢。当我们看到爸爸走路颤颤巍巍，越走越慢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着急，我们会忍不住在旁边催促，爸，走快一点啦，绿灯要变红灯了。我们心里的潜台词是，我们觉得这是老化、功能衰退的表现，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这个样子。但是各位，这个想法完全错了。真相是，长辈走路变慢，根本不是单纯的退化，而是他们的身体主动启动了顶级的自我保护模式。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身体非常诚实地知道，自己的骨质密度已经不如当年，肌肉力量也下降了，平衡感、神经反应速度都变差了。在这种硬体设备全面更新的情况下，如果还用年轻时的速度去走路，那会发生什么事？答案是非常容易发生灾难性的跌倒。而我们都知道，跌倒对于长辈来说是多么致命的一件事。所以他们的身体，这个最忠实的伙伴，在后台默默地帮他们调整了设定。他告诉双脚，嘿，我们现在走的路可能有点滑，我们把步伐变小一点，速度放慢一点，确保每一步都踩稳了再走。我来举一个更强力的比喻，您马上就能懂。想象一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您开着一台非常高级的智慧房车，开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车上的行程电脑透过无数个感应器，侦测到前方的路面因为低温而结了一层薄冰，非常非常的滑。这时候，这台聪明的车子会怎么做？它会立刻强制介入，就算您踩着油门，它也会主动帮你把车速降下来。仪表板上可能会亮起警示灯，提醒您路面湿滑，请小心驾驶。请问，这时候您会指着仪表板骂这台车说，搞什么？你怎么退化了？怎么开这么慢吗？当然不会，您会万分感谢这台车的智慧科技，因为它及时保护了您的安全，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严重车祸。各位，我们长辈的身体就是这台最顶级的智慧房车，走路变慢就是那个自动启动的路面结冰防滑模式。这不是他们故意拖拉，更不是功能衰退，这是他们的身体穷尽一生经验与智慧所做出的最聪明的反应。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催促，而是佩服，然后伸出手，稳稳地扶着他，用他的速度陪他一起走。第二个行为，不爱社交。子女常常会担心，我妈妈以前最喜欢参加里民活动了，现在怎么都不去了？是不是心情不好？是不是得了忧郁症？她一个人在家会不会很孤单？这个担忧很正常，但真相可能又一次让我们感到意外。长辈变得不爱参加那些热闹的表面的社交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因为孤僻，而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启动了另一个高段的智慧模式，叫做社交情绪选择理论。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的精力是有限的，就像手机的电池用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只剩下20%的电力。您会选择用这宝贵的电力去玩一场很耗电的游戏，还是打一通最重要的电话给家人？长辈们也是一样，他们会本能的、智慧的选择把他们有限的社交能量投资在那些真正能够带给他们温暖、快乐和深刻连结的高品质关系上。让我们来生动地对比2个场景，您又明白了。第一个场景，去参加一个远房亲戚的婚礼，席开80桌，现场人声鼎沸，音乐放得很大声，灯光很刺眼。您要跟很多根本叫不出名字的亲戚打招呼，讲一些言不由衷的客套话，努力地去听清楚别人在说什么。一整个晚上下来，是不是觉得身心俱疲，感觉能量完全被抽干了？第二个场景，一个悠闲的下午，家里没有什么人，您邀请1、2位从小一起长大的老朋友、老邻居来到家里，您亲手泡一壶他们最喜欢喝的乌龙茶，茶香四溢。你们什么也不用做，就只是坐在那里聊聊以前的趣事，说说现在的身体状况，甚至有时候不用说话，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彼此就都懂了。一下午过去，您是不是觉得心里很平静、很温暖，感觉像是充饱了电一样？您看，这就是长辈们做的智慧选择。他们要的不再是表面的热闹，而是高品质的陪伴。他们不是不爱社交，他们只是不想再浪费精力在无效的社交上。所以下次当你想关心他们的时候，与其问要不要带你去参加那个活动，不如改成问：爸，我们来泡一壶茶，陪您聊聊天好不好？这份宁静的陪伴对他们来说胜过千言万语。理解了这些身体和行为背后的智慧，我们最后再来谈2个最容易引发家庭矛盾，但也最需要我们用同理心去化解的日常场景。这可以说是我们家庭的润滑剂。第一个场景，情绪变得脆弱，怎么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常听到有人开玩笑说，人是越老越像紧仔性。意思就是说，年纪越大，脾气越像小孩子，很容易为了一点小事就生气，或者突然就很难过，情绪起伏很大。当我们看到长辈这样，有时候会觉得不解，甚至觉得是不是在任性，在闹脾气。但科学告诉我们，这真的不是他们故意的。在我们身体里有一个负责调节压力和情绪的系统，它会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东西。这个系统就像家里的一个恒温器。年轻的时候，这个恒温器很灵敏，天气变冷了，它马上启动暖气；天气热了，它马上启动冷气，让我们的情绪温度一直保持在很舒适的状态。但是年纪大了，这个恒温器也老旧了，变得不那么灵敏了。所以当遇到一点点刺激，情绪的温度可能会一下子飙得很高，暴怒，或者一下子降到冰点，悲伤，而且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慢慢的回到平稳的状态。我在描绘一个画面，假设今天在家里，一个盘子不小心从桌上掉到地上，哐啷一声碎了。我们年轻人可能就是吓一跳，心里啊一声，然后就去拿扫把把它扫起来，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对于一个80岁的长辈来说，这突然其来的巨响可能会让他心悸好久好久，心跳加速，手脚发冷，过了半个小时，可能还觉得心里砰砰跳，无法平复。他们对于外界刺激的承受度和恢复力都跟我们不一样了。所以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他们不是任性，而是他们的情绪调节系统真的退休了。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安稳、平静、温柔的环境，少一点突然的惊吓，多一点温柔的安抚，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爱。第二个场景，没胃口，是不是在挑食？
这大概是天下所有子女最容易感到挫折的一件事。我们满心欢喜，花了很多时间，用心煮了一整桌妈妈最爱吃的菜，结果她只吃了2口，就说我饱了，吃不下了。我们心里真的会很难过，会觉得是不是我煮的不好吃，还是您在挑食？各位，99.9%都不是。真相是他们不是不爱吃，而是生理上真的吃不出味道，也吃不下了。首先，我们舌头上负责品尝味道的味蕾用了一辈子，它们也老了、退休了，数量会减少，功能会萎缩。再加上嗅觉也会变得比较迟钝。我们知道，食物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香气。当味觉和嗅觉都下班了，很多食物吃起来味道就会变得很平淡。我请您想象一个有点痛苦的画面。如果您最爱吃的卤肉饭、牛肉面在您嘴里都失去了鲜明的颜色，只剩下黑白的，吃起来只有咸味、甜味，却没了肉的香气、葱的香气、酱油的香气，那吃东西的乐趣自然就少了一大半，对不对？再加上长辈的肠胃蠕动速度会变慢，消化能力也比较差，所以他们真的很容易就感觉饱胀不舒服。我们以为的2口，对他们的肠胃来说，可能已经是极限了。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不是放弃，而是用更聪明的方法。比如把1天3餐改成1天5到6餐的少量多餐，轻减他们肠胃的负担。在烹调上不要猛加盐巴、酱油和糖，那样对他们的肾脏和泄泻是很大的负担。我们可以学习用天然的香料来提味，比如说用一点葱、姜、蒜末，或者台湾人很喜欢的9层塔去蒸鱼、炒蛋，那个香气马上就出来了。或者用番茄、香菇这些本身味道都很浓郁的食材去熬汤，用香气来重新唤醒他们沉睡的味蕾，让他们重新找回吃的乐趣。好，听完这7个身体的真实状况，您是不是也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我们过去所谓的衰退、老化、退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的身体正在用尽一生的智慧，努力地在重新适应这个世界。变慢是为了追求每一步的安全，社交圈变小是为了把能量留给最重要的人，记性变慢是为了让我们学会耐心的陪伴。当您理解了这些变化背后的生理和心理逻辑，我们才能给长辈那份真正恰如其分的照顾与爱。这份爱不是过度干涉，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多一点点的耐心，多一点点的观察，试着去听懂他们身体真正想说的话。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家里的长辈有帮助，请千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我们，并且把这个影片分享给所有您关心的亲朋好友。我是阿全。坦白说，像这样深入探讨长辈真实处境的议题，能谈的空间不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看不到了。记得先关注、保存下来，方便您随时回顾。我们下次见。